Hello， 大家好。前段时间 Epic 免费送 GTA 5外加在线模式100万游戏币，所以我想做个视频教程，教新手怎样玩转 GTA Online， 包括单人如何赚钱。如果你没有朋友一起玩，或者你的朋友技术不好，经常好的，我们直接进入正题。下载完 GTA 后，首先根据自己的电脑配置设置画面，打开垂直同步可以解决查看地图卡顿的问题，亮度可以在故事模式中适当调高，这样子更能看清楚黑暗中的敌人。你需要先玩一段故事模式才能进入在线模式。进入在线模式后，开始创建人物。我的推荐是母亲汉娜，父亲随便。父亲我用的凯文，人物相似，全部偏向于母亲。你可以找张自己喜欢的照片，对人物进行适当调整。第一次捏的不行没有关系，因为之后你会有一次免费修改机会。如果2次都不喜欢，将来想整容的话，需要花费10万美元。人物捏不用太在意，反正都丑。你一共可以创建2个角色，因为角色是没有办法修改性别的，所以我建议2个角色，一男一女。2个角色只有银行存款和部分数据是通用的。人物创建完成，你将进入 GTA 在线公开战局。如果不想被别的玩家攻击的话，你可以通过菜单进入被动模式，或者进入仅邀请战局。接下来教你们怎样赚钱。有钱你可以买所有喜欢的东西，虽然小时候老师说钱有什么用，有钱买不到快乐。游戏里在赌场每24小时可以免费摇一次转盘，进入游戏后先去摇一摇，然后领取免费筹码。其次你也可以通过差事赚钱，差事任务我推荐垃圾清运，应该是目前赚钱最快的，建议设置难度为困难，这样子你会获得额外50%的钱。另外地图商店买完零食后可以抢劫，零食可以加血，抢劫完后一定要打死店主。因为有一次我一转身，店主突然从下面掏出一把黑乎乎的又大又长的霰弹枪，给我菊花来了一枪。被通缉后赶紧跑，避开警察，或者找个地铁入口，无论几星，躲在地铁或者下水道都可以消除。达到15级后，在互动菜单中，每天你会获得3个每日任务。每日任务有的非常简单，比如状态设置为寻找工作、寻找摩托帮。完成每日任务，你可以获得25000美元。连续7天完成将得到额外的10万美元作为奖励，连续完成28天，你将得到额外50万美元作为奖励。而且某些每日任务也赚钱，也就是连续完成28天，你将获得160万美元以上。2个角色都完成每日任务将会获得双倍的金钱。有活动时完成10个任务就可以获得100万，打折时购物也能省下一大笔钱。不过单人赚钱我最推荐的是 VIP 工作、猎杀专员和观光客，建议在仅邀请战局中进行。首先你要注册 CEO， 注册 CEO 需要账户中有5万美元，然后在互动菜单中保镖事务所注册为 CEO。猎杀专员会给你4个目标，你最好从城里开始，这样专员会集中在城里。如果从山区开始，那么目标会分散在山区，尽量先解决坐车的，怕他出城。观光客也是非常简单，用手机破解3个包裹的位置，然后坐上直升机，看到包裹后直奔包裹就行。如果你有小鸟直升机的话，个人推荐用 CEO 载具免费的小鸟直升机来完成 VIP 工作。CEO 免费小鸟直升机会直接刷在你周围。VIP 工作不需要加载，直接在当前战局中进行。一般一个任务不到5分钟，完成任务能获得21000美金。用暴君 MK2 会更加方便。注册一次 CEO， 你可以维持4小时，12小时后可以再次注册 CEO。等你有37万3千美元时，你就可以购买房子。我的推荐是日式塔楼最便宜的公寓，因为风水好，可选风格，交通便利，开放厨房，3室1厅，配套完善，永久产权。房子可以重新装修或者换购别的房子。有了这个房子，你就可以策划抢劫。车库有10车位，每次进入游戏可选择出生在车库，还方便刷稀有车卖钱。
一旦有了车库，你就可以买车。RH8是免费的，也是非常好的跑车之一。后期可以用本尼改装成《速度与激情》中的 GT2。你可以用手机下载 iFruits 修改车牌号，另外完成挑战可以解锁免费轮毂。装甲库鲁马一定要买，到目前为止，装甲库鲁马仍是对付 NPC 最好的防弹车。同时，在游戏中有23辆可入库的已改装稀有车辆，最好不要用 bug 来刷车，因为有网友说他们花了好久刷出来的车，更新游戏后被查出来了，然后赚到车和钱全部被移除了。每48分钟可以卖一辆偷来的车。建议你在紧要请战局中刷绝品卫士 XS。首先你要有一辆绝品卫士，然后凌晨1点到3点在日食塔楼旁边开车刷车来卖，一个晚上运气好能刷4辆左右。如果钱不多，我不推荐买游艇，因为价格特别高，回本比较慢。买了后可以和朋友泡温泉，进行游艇保卫战，游艇还带有免费武器。当你赚到100万的时候，你就可以购买办公室。钱不多的话，买花园银行西岸；多的话，我推荐花园银行塔，因为花园银行塔风水好，交通便利。花园银行塔离仓库和载具仓库都很近，办公室有免费零食提供，你的保镖也将可以获得免费零食。办公室先不用翻修，之后也可以翻修。一旦你购买了办公室，你将不会再有 CEO 时间限制。有了办公室，你就可以购买仓库和载具仓库。仓库和载具仓库赚的钱应该是差不多的。仓库赚的钱和银行的钱越多，办公室地上铺的钱就越多。如果你赚到2000万以上的话，办公室地上将会铺满钱。办公室还带有一个隐藏枪柜和保险箱。隐藏枪柜可以在自由模式中隐藏你不需要的武器，保险箱可以显得你很有钱。不用 CEO 时记得退休，不然每48分钟要交仓库和载具仓库的物业费。接下来我把收入分为2种，一种是主动收入，另一种是被动收入。如果你担心被别人打扰的话，你可以进入单人公开战局。进入公开战局后，最小化游戏，在360流量防火墙中禁止 GTA5 访问网络。回到游戏，等待5秒，重新允许 GTA5 访问网络。再次进入游戏，你会发现所有人都退出了，那么你就成功进入了单人公开战局。如果有人加入，可以重复以上步骤。建议在做任务之前进入，因为比如载具仓库任务，如果中途进入单人公开战局，你的汽车很有可能着火爆炸。主动收入依个人爱好选择特种货物或者交易载具，这2个收入差不多，机库赚最少。仓库我推荐大仓达内尔兄弟350万，因为风水好。载具最好全部升级，每次用办公室电脑或者孔霸购买3箱。如果是找到带有毒品的载具，一般是左下角地图最后一个停止闪烁的载具装有毒品。有朋友一起玩可以满仓再出货。如果只有一个人，每9个板条箱是1辆载具。有钱的话可以再买一个物流仓库260万，交替进货。这样可以避开仓库的冷却时间。没钱的话，在冷却时间可以做 VIP 工作，1小时能赚29万左右。载具仓库我推荐梅萨150万，因为位置好，靠近高速。不过千万不要惹周围的黑帮，否则载具仓库后期可以重新翻修。你需要用办公室电脑或者孔霸获取车辆。载具仓库的汽车一共有32辆，分3个等级。很显然卖顶级并且卖给专业经销商最赚钱。有个方法可以每次只卖顶级，因为每次偷车都只会偷你仓库没有的车，所以首先偷齐32辆车，然后每次只卖顶级。我推荐卖811，因为手感好。从偷到卖平均15分钟左右，大概能赚75000美金。有钱的话用运兵直升机，卖车会更加保险，不过飞机要开得好，因为你的车要是撞了，你需要支付右下角的维修费用。没有运兵直升机的话也没有关系，因为每次 NPC 刷新的位置是一样的，所以提前做好防御就行。特殊载具有钱的话可以买着玩，没钱的话在差事或者末日抢劫也能玩到。机库没有特种货物和交易载具赚得多，所以我就简单说一下，有钱而且喜欢打飞机的人可以考虑购买。
机库推荐购买军事基地的桑库多堡垒机库 A2，325万。买在军事基地以后，经过军事基地将不会再有4星。进货建议购买动物材料、艺术品及古董、首饰、宝石。出货每10件货是1架飞机。你还可以把颇加索斯的飞机放进机库，变成自己的私人飞机，这样你就可以更改飞机颜色。会所的位置不重要，钱少的话推荐购买大冠丛会所20万，离沙漠周边的制造厂近。买了会所之后，你就可以注册摩托帮首领。摩托帮首领可以随时随地的把载具放回仓库或者不叫摩托车，但缺点是一旦你注册摩托帮首领，在一个战局中每48分钟你的所有制造厂都会收取物业费用，所以不用实际的退休。制造厂地点我推荐沙漠周边地区，不要买城里，因为买在城里会往郊区运货，地点很分散，而买在郊区会向城里运货，地点会集中，方便很多。制造厂赚钱排行如图，建议只做可卡因就行。我推荐购买阿拉莫海的可卡因作坊，97万5千。建议升级设备和员工，会增加货物价值。保安问题可以通过做任务来解决。原材料选择购买，因为偷几次原材料会花很长时间，而卖一辆顶级的车就可以抵消购买原材料的钱。每买一次原材料大约2小时会完成生产，然后需要2个载具来卖。建议购买巴提 801RR， 用完一个后用巴提赶紧回去运第2个。巴提 801RR 又快又便宜，开摩托车记得戴头盔。道路千万条，安全第一条，行车不规范，亲人2行泪。一般1个人就能完成运货，要是运货载具是摩托车或飞机就会很快，10分钟左右就能完成。不过要是货车，速度会非常慢，大概要30分钟，运一次能赚9万3千美元。如果库存满了，需要3-4辆载具来完成，1个人可能完成不了，你可以拉上朋友一起来卖。当你赚到足够钱后，你就可以购买地堡。地堡推荐丘马什165万，因为它离市区很近，而且有高速公路，后期可以重新翻修。不过它也离海近，小心投河自尽。同样建议去购买原材料，因为偷几次原材料会花费很长时间，而卖一辆顶级的车就可以抵消购买原材料的钱。建议升级装备和员工，安全升级感觉不需要，因为我还没有被抢劫过。每买进一次货大约2.5小时会完成生产，然后需要1辆载具来卖，快的话5分钟能完成，慢的话15分钟，能赚13万5千，有时会更多。最好1个人运货，因为有朋友的话，运货载具会变多。赚足钱后就可以进行研究，某些研究还是很有用的，比如狙击枪的爆炸弹非常适合打飞机，2枪就能射爆1架直升机。武器升级需要机动作战中心、复仇者、恐霸或者游戏厅的武器工作室来完成。夜总会我推荐西豪迈屋170万，因为运到城里和郊区都很方便，后期可以重新翻修。夜总会有隐藏保险箱，没必要宣传夜总会来增加保险箱的钱。5个仓库技术人员分配最赚钱的5个生意，生意赚钱排行如图。如果你主要做交易载具和可卡因，那你可以买最便宜的小仓库、冰毒实验室和假哨工厂，方便夜总会赚钱。我建议升级设施、员工和安保。夜总会是不需要进货的，升级安保后，库存快到90的时候就卖。运一次大概5到10分钟，能赚57万左右。不要为了特殊订单而多运几次，更没必要等所有东西都全了再去卖，因为90以上你需要更大的车来运，而速度都没有竞速改装版快。跑得改装版最大，容易卡住；猛罗改装版速度最慢。库存达到144之后，8小时内不卖，你可能会被抢劫。有钱就买恐霸和暴君 MK2， 生活会更加容易。有了恐霸，你就可以做客户差事、钻石买卖，赚钱也是很方便。技巧是你先做一次钻石买卖，然后记住目的地，下一次做钻石买卖时提前设定好目的地，抢劫完钻石后直接奔向目的地就行。一般不到5分钟能赚30500美元。单人赚钱方式总结，我的推荐方案是有2倍或者3倍游戏币奖励活动时，先确认一下活动值不值，有的活动赚的很少，然后如图，加上被动收入，一般1小时32万5千左右，有活动的话1小时60万到100万甚至更高。
因为这个主要是讲单人如何赚钱，所以我就简单提一下。太平洋抢劫需要4个人，我建议戴头盔，穿重型格斗背心，开装甲骷髅马。4个人的话也可以去做跳跳车任务，本地的跳跳车是非常好看的，喜欢的话可以改。你还可以购买设施进行末日抢劫。设施我推荐塞罗纳大沙漠252万5千，因为它在地图中心，离主要任务地点近，而且周围很空，没有河，开车停飞机都很方便。设施有免费零食提供，你的保镖也可以获得免费零食。末日抢劫2个人就可以完成，但4个人会更加方便。你可以购买复仇者或者竞技场工作室来改装带武器的载具。设施你的载具没钱买的话，也能在末日抢劫中体验。游戏厅我推荐8位元好卖屋253万。你可以用电脑购买游戏机，游戏机可以玩小游戏，你也可以自定义游戏机的位置。买全游戏机的话，保险箱每48分钟赚$500，最高能装5万美金。游戏厅有一个总操作台，可以管理所有库存，非常方便。抢劫至少2个人，建议黑客分10%的钱，别的分5%。最简单的是气势汹汹，技巧是从下水道入口进，后门出。当金库放出毒气后，一个人在门口等，另外一个人继续抢劫，直到死亡。复活时将会持有死亡时的钱，虽然损失1条命，不过会获得更多钱。我推荐兵不厌诈，首先伪装成金库员工，直接进入金库，拿完钱后伪装成特警，从后门出。赌场赛马能赚钱，运气好的话1小时赚40万左右，一般1小时赚20几万左右。筹码可以购买房子装饰物和服饰。空中别墅价格很高，不过有快速传送功能。买了空中别墅后，完成6个赌场任务，你就可以获得1辆免费的装甲车。竞技场之战很像疯狂麦克斯，石像鬼摩托车非常易操作，但要小心地雷。末日、科幻、梦魇3种载具之间差距很小，主要看个人爱好。竞技场工作室可以改装带武器的载具。在此我给大家推荐几套衣服，部分衣服可以加自己团队的 logo。这套是为太平洋抢劫做准备的，热感应头盔可以防弹，背心一定要重型格斗背心，只有这个背心在太平洋抢劫中有防护作用，平时做任务也可以穿。赛车服是赛车时用的，可以在菜单中设置。这是我平时穿的，去夜店和朋友蹦迪都可以穿，身上还有自己的 logo。正装可以用于正式场合，泳衣可以和朋友泡温泉时一起穿。创战记衣服很亮，配合光荣摩托，夜里你就是这条街最靓的仔。这套是用于末日抢劫，面具可以开夜视仪，头盔有热感应，不过头盔进入游戏后可能会消失。这是末日风格的衣服，用于竞技场之战。性别不同，衣服有一部分也会不同。你还可以设置王牌飞行员衣服、特技表演衣服等等。建议所有武器装上消音器，枪的子弹可以在互动菜单中购买，不过特殊子弹，比如爆炸弹，必须要在武器工作室购买。手枪我推荐穿甲手枪，不仅可以穿甲，而且可以连射。电子枪非常有用，它对载具几乎没有伤害，不过做任务时万一车卡住了，就可以用电子枪推。重机枪我推荐 MK2 战斗机枪，霰弹枪我推荐突击霰弹枪打人， MK2 笨动式霰弹枪用爆炸弹打载具。突击步枪我推荐高级步枪，但我比较喜欢 MK2 突击步枪和卡宾步枪。狙击枪我推荐 MK2 射手步枪和狙击步枪。MK2 重型狙击步枪可以用爆炸弹打飞机，重型武器我全都要，炸弹我也全要，连弹非常实用。近战武器我推荐石斧，石斧需要完成莫德的赏金任务来获得。然后我推荐进入炸毁汽车3，砍25个人，因为在任务中不会被警察通缉，完成石斧任务能获得25万美金。小刀和古董骑兵匕首可以在水下使用。另外寻找5个线索可以获得海军左轮，完成手机中的寻宝任务可以获得双动左轮，用2把左轮各完成50个击杀，总共可以获得50万。
这是我第一次做游戏视频，花了不少时间，所以如果你们喜欢这个视频的话，请不要忘了点赞。这个视频有点长，希望能够对你们有所帮助，谢谢。